他后背上多出了半只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，但他家就一个孩子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继续翻看手机相册，直接吓出一身冷汗。诡异的照片还不止这一张，这张照片上也出现了神秘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，奇怪的是，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诡异的现象总是和孩子一同出现在照片里，他们甚至怀疑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而且自从拍下这些照片后，手机就莫名变得很卡。夫妻俩是真的怕了，赶紧找到了专家。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说拍到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。听到这里，夫妻俩更慌了。只见专家对照片调了下颜色，就看到影子周围有一圈明显的线条。专家大胆猜测，可能是之前车窗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，给车窗贴上钢铁侠贴纸，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随后揭下贴纸，肉眼根本看不到任何印记。接着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，影子的谜底揭开了。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呢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的衣角。他推测，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 1.2 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。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接着完美还原了当时的场景。至于手机变卡，就单纯的因为手机内存满了而已。该换手机了。小伙只是做了个动作，就把瑜伽教练们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全身好像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身子可以旋转360度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旋转，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。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臂掰到后面。摄像小哥也跟着试了试，差点试，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点看根本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。做了10年瑜伽的教练都不能完成这个动作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教练为了找回点面子，做了个他练习了1年的动作。结果小伙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，这群瑜伽教练算是彻底服了。然而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一朵花来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都能卷出6个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，好像真的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是一个奇男子。大叔钓鱼却从不带鱼竿，每天却有吃不完的鱼，而且抓到的鱼还有独特味道。只见他靠着墙根慢慢移动，突然跟大家说抓到了，接着一个猛子下去，上来手里就多了条鱼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大叔2手空空的说自己又抓到1条，大家一头雾水，潜入水下一看，才明白怎么回事。这大叔是在用脚抓鱼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大叔一脸傲娇的说，这是要讲究技巧的，也就是在水下要用脚跟行走，鱼就会在脚趾的位置来回穿行，一旦碰到脚趾，一脚踩下去百发百中。接着还给大家展示了整个抓鱼过程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脚有魔力，还是鱼儿都被熏到了，看着都傻傻的往脚下钻。本以为大叔只能踩点小鱼小虾啥的，没想到1斤多的鲶鱼也能踩到，短短1个小时就踩到了22条，这让一旁专业摸鱼的都羡慕不已。现在家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，大妈说就喜欢吃用脚踩的，感觉有股特殊风味。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比赛，工作人员同时用4个鱼竿，半天都没钓上来一只，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时，就用脚抓了10多只。不得不说，大叔这个技能真的好实用啊！大叔30年收藏了2000部手机，全是你没见过的，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龄球也是电话，超人都背着电话，来电还会蹦迪，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，易拉罐也是电话，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，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，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数了数，光客厅就有1000多部，另一个房子更多，一共算下来有2000部。关键这些都能正常使用。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，果然就接通了。每月光套餐费就是不小的开支，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做兼职。妻子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做出改变，把手机都卖了，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终于想明白，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，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。仓库里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，竟然还能使用。不过要先摇动手柄发电才可以。只见他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，然后真就拨通了记者的手机，通话音质还特别好，就像穿越了一样。大叔还打算开个电话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供大家欣赏。大爷花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他这多的是。这里简直就是肥宅天堂，什么造型的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。各种限量版可乐，有的瓶身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、天使爱美丽联名款、阿凡达联名款，世界各地的可乐都能在这里找到。由于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价格都比较贵，最贵的一瓶能卖200万韩元。
大家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，这个就是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收音机。收集这些又花掉了好几百万。大叔表示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。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多只，家里墙纸都是用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。灯泡是打火机，牛奶盒也是，灭火器都能出火，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。最小的和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手抱着，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。最独特的要数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。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。虽然大爷不抽烟，打火机却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，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，对着坟墓喃喃自语。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。这天凌晨，大家刚来到墓地，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，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。小哥刚想上前搭话，大爷却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。大家实在好奇，问他到底在干啥，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。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，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，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。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，大爷都对答如流。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，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。大爷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欢背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，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。这下大爷有的忙了，先抄写了一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检查时间到，大爷还真磕磕巴巴的背了下来。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。医院也去过了，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，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。他们要给这只21岁的北极熊补牙，牙齿已经烂了一半，内部还不停冒血。钻开牙根管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，首先麻醉是少不了的，一针下去很快就失去了知觉，用木棍对他戳上几下，确定睡着后，众人合力把800斤的北极熊抬上了手术台。为了看清牙齿内部情况，医生又对牙齿拍了片，发现并不是简单的蛀牙，部分牙髓已经坏死，必须要做根管治疗了。现在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。现在根管已经完全暴露，接着用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。由于北极熊牙齿太长，根管锉也不能完全清除坏死的牙髓，只好从牙齿侧面钻个洞再次清理。把坏死的牙髓清理干净后，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，防止后续再次发炎。接着插入几根类似棉签的东西，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，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，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，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，不会留下任何间隙。随后再对牙齿拍个片，评估填充情况。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填充，接下来就可以使用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，这样下来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。随后对牙冠部分填充树枝，最后再对牙齿塑形，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。治疗后的北极熊也慢慢苏醒过来，看着众人一脸茫然。大叔往鸡蛋里注入自己的体液，40天后竟然制造出了一个诡异生物，甚至还会喷射某种毒液。但从这之后，大叔就突然断更消失了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叔是一名俄罗斯炼金术师，现在他想做一个匪夷所思的实验，亲手制造一个生命体，找来一颗未受精的鸡蛋，把自己的体液注射到鸡蛋里，用胶带密封后放进了塑料盒，接着套上帽子用来保温，期间避免光照。40天过后，大叔打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鸡蛋里赫然出现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刚想离近点观察，这东西突然动了起来，朝大叔喷射了某种液体，手臂都被灼伤了。大叔吓坏了，一书本就给拍死了。看着血肉模糊的一滩，他怀疑制造出了一个异形。大叔没放弃，决定继续试验，一次性又做了5组进行对比。有了上次教训，他穿上防护服逐个打开，结果所有鸡蛋除了腐败以外，没有出现任何生命体，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又做了很多实验，终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生命体。他把这东西放进水里饲养，头部还长出了一个类似触角的东西。几天后可以看到，这东西变大了很多，敲击玻璃还会做出反应，甚至开始吃肉。肉叮当放进去就被他吸进了体内。更奇葩的是，在给他喂食的时候竟然有触电的感觉，用万用表一测果然有电。于是大叔给他取名皮卡丘。为了对比观察，大叔又制造出了另一个不同形态的生命体。这个生命体没有嘴巴，完全靠皮肤吸收营养，体型类似海星，于是给他取名海星。经过几天的喂养，海星竟然长出了眼睛。大叔决定把皮卡丘和海星放在一个容器里，看会发生什么。刚开始他们只是静静的待着，
互不干扰。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皮卡丘的头部和海星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，而且皮卡丘还在不断放电。他怀疑皮卡丘在攻击海星，但过了一天，他们还是这个状态，海星也没有死掉。大叔觉得他们并不是互相攻击，更像是在配对。又过去了几天，两个生命体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全新形态。触碰一下，这东西瞬间会做出反应，最终生命体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类似大海葵的东西，嘴巴里竟然长出了牙齿。大叔给这个全新的生命体取名叫肖格斯，但发现他不吃肉，只吃胡萝卜。接着又过了几天，肖格斯突然开始吃肉，并且对人类血液味道非常敏感。随着肖格斯一点点长大，他开始不间断吐出一些液体。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，大叔对水质采样检测，先测量 pH 值，显示是一种碱性液体。把液体倒进植物里，植物很快就枯萎了，这说明肖格斯吐出的液体有可能有。这天大叔突发奇想，放进去一条鱼看会发生什么。没想到在鱼接触到肖格斯的一瞬间就死掉了，同时大叔也被电了一下。大叔用棍子刺激肖格斯，在他做出反应的瞬间，电压就发生了变化，也就是说，肖格斯集合了之前两个生命体的全部特征，会喷射毒液和放电。但谁都没有预料到，这竟然成了大叔发布的最后一期视频。之后就突然消失，没再更新过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很快有其他博主质疑他造假，还根据他的流程实验了几次，鸡蛋除了逐渐腐烂以外，并没有产生任何生命体。他认为人类 DNA 不可能和鸡的 DNA 融合，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。你认为大叔制作出来的生命体是真的吗？大叔在睡觉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。他竟然抬着腿在睡觉，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物，左腿就这么笔直的挺着，一动不动。大家觉得他在装睡，可过了1个小时，大叔的腿还抬着，睡得依然香甜，看起来不像是装的。节目组决定做个测验，找来5个人，让他们保持和大叔一样的姿势，看看谁坚持的时间更长。有人还没坚持1分钟，就已经瑟瑟发抖。又过了几分钟，所有人都败下阵来。然而大叔的腿还在悬空，走近一看，人家已经睡着了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大家都替他感到累，然而大叔却说这是自己最舒服的睡姿，不抬腿的话根本睡不着。大叔的妻子都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给他盖上被子，被子都会被撑起一条直线。1夜过去了，掀开被子，大叔的腿还抬着。大家决定整夜拍摄，发现大叔并不会整夜都保持一个睡姿，只不过左腿刚放下，右腿又抬了起来，2条腿就这么交替着。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非常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还好大叔没啥毛病，医生表示只要觉得舒服，不用刻意改变，平时多运动运动就没啥问题。他们在公寓偷偷安装摄像机，正对着窗外的一座坟墓，还真拍到了一个不是人的东西。坟墓是这位爷爷家的祖坟，奇怪的是它周围从不长草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圆圈，而相邻的坟墓却杂草丛生，这光秃秃的一圈明显要比周围低了很多。即使有人围着坟墓转圈，至少也得走几千次才能达到这种效果。爷爷现在非常不安，因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坟头寸草不生称为光头坟，不是好兆头，预示着家族衰败后继无人。他现在就想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大家在对面公寓里架起了摄像机，等到傍晚时分，还真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停地围着墓碑转圈，正着转完反着转，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野鸡。难道这光秃秃的一圈就是他走出来的吗？当把这发现告诉爷爷，爷爷显得有点懵，难不成祖先变成野鸡了？大家让他不要迷信，但爷爷只想知道为什么野鸡只围着自己祖先的墓碑转圈。专家说要找到原因，就得按照野鸡的方式转上那么几圈，接着蹲下来模拟野鸡的视角来观察墓碑。转到侧面时，专家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墓碑侧边是镜面的，能清晰地照出自己，这意味着野鸡也可以从墓碑里看到自己。而且据观察，这只雄性野鸡正处发情期，遇到其他雄性野鸡就会变得非常有攻击性。它应该是把墓碑上的自己当成情敌了，想要与情敌死磕到底，所以才会一直围着墓碑旋转，继而造成了周围光秃秃的一圈。小伙在大妈的卧室偷偷安了摄像机，正对着床头，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每到半夜3点5十，大叔的手机都会准时响，妻子明明就在身边，手机里却传来妻子的声音，一直重复说着在不在，听着像是正在通话。查看手机却没有任何通话记录，起初以为手机有问题，赶紧拿去修，结果手机一切正常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诡异现象搞得老两口心神不宁。最怕的人是大妈，之前还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，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会浑身哆嗦，每天靠吃药才能入睡。怕大家不信，大妈提议在卧室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画面显示3点5十，手机准时响起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在不在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记者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感觉不像有人在搞恶作剧。记者查看手机，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十。大叔皱着眉头，一脸无辜，说不记得定过闹钟，就算是闹钟，那也不应该是妻子的声音啊。大家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半夜响起的声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叔把之前大妈说话的声音录了起来，阴差阳错就设置成了闹钟铃声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
他准备用100斤橙子捕杀狒狒，手法十分奇特。他这一拳让整个深山的狒狒都崩溃了，他们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。猎人先在树下布置了100斤橙子，橙子鲜艳的颜色很快就能引起狒狒的注意。猎人只需埋伏在树上，等狒狒上钩。等了1小时，狒狒没引来，倒先引来了2只猴子。猴子在这里同样泛滥，猎人没有手软，举起吹箭瞄准，一击命中。猴子并不是他的目标，只能继续等待狒狒出现。远处一只狒狒终于发现了橙子，同时也发现了他，不停发出警示。看来还是太小瞧狒狒了，在树上蹲守的方式明显不行。3天后，猎人换了个地方，再次布置了大量橙子。这次猎人学聪明了，在旁边搭了个小木屋，把自己完美隐藏了起来，而且距离猎物更近，更容易击中目标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狒狒族群发现了这里，这些看起来都是年幼的狒狒。猎人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狒狒头领的出现。很快，狒狒头领走了过来，其他狒狒纷纷躲开。头领看着非常强壮，如果不能一击命中的话，可能会对猎人发起攻击，后果很严重。现在时机成熟，猎人缓缓把吹箭瞄准了他。头领没有任何察觉，还不停地驱赶其他狒狒。头领近在咫尺，就是现在。猎人精准射中他的心脏，但他好像没有太大反应，在木屋前来回徘徊，最后还是没抵挡住橙子的诱惑，继续拿走了一个橙子。就在这时，他开始摇摇晃晃，没走几步就倒下了。不过猎人判断错了，这时一只更强壮的狒狒走了过来，看起来这个才是狒狒头领。他环顾四周，显得很谨慎，橙子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，很快就吃得忘乎所以。这正好给了猎人下手机会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这个族群的狒狒都远离了这里。据他观察，当地有3个狒狒族群，他的目标就是猎杀族群的头领，只有把头领干掉，新头领才会带着族群去其他地方生活，可以有效控制狒狒数量。所以猎人继续等待其他族群的出现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另一个族群的狒狒发现了这里，一只强壮的狒狒头领走了上来，他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猎人再次举起了吹箭，现在已经解决了2个族群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第3个族群终于现身，这个身材魁梧的肯定就是首领。中箭后他并没有跑远，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木屋，但没撑多长时间也倒下了。到目前为止，3个狒狒部落首领都干掉了，还顺带干掉了许多小狒狒，相信当地的生态很快就会得到恢复。这只老鹰捕鱼时意外落水，已经在水里挣扎了几个小时，捞起来才发现翅膀严重骨折，已经丧失了飞行能力。救助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揪心的事，就在距离落水不远处的树上，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鹰。救助人员观察了几天，都没看到幼鸟的父母，他们怀疑断翅的那只就是鹰爸爸。如果没有食物来源的话，这几只幼鸟很可能会饿死。看起来2只幼鸟情况不太乐观，巢穴周围没有任何食物，幼鸟应该好几天没有进食了。大家用编织袋把幼鸟接下来，送去了救助站，给他们喂了一些食物，很快就恢复了活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救助，幼鸟已经慢慢长大，现在必须要让它们适应大自然。救助人员给他们搭建了专门的鸟巢，模拟野外环境，每天会在不同地方放置大块的食物，让他们学会自己进食。又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幼鸟羽翼日渐丰满，大的已经长到了11斤，现在他们将要进行飞行训练。工作人员对鸟巢进行了扩建，更加适合练习飞行，这就是他们未来几个月的新家。为了训练他们捕猎，还在池子里放了很多鱼，可以看到池子旁边就有被他们吃剩的。经过长达6个月的饲养，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，是时候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了。工作人员分别给他们戴上脚环，还塞了2条鱼作为离别礼物。大家决定在离救助站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放生，如果发生意外，也比较容易发现。来到合适的位置，用力一抛，幼鸟在附近徘徊了片刻后，朝着远方飞去。之前落水的幼鸟爸爸经过救助，也恢复了健康，希望他们一家能在野外相聚吧。大叔为了健康，每天往膝盖钉钉子，5厘米长的钉子被他硬生生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。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，他却说自己在享受，每当感到疲倦时，就会从身上抽血，抽完立马感到异常轻松，下班了抽一管，睡觉前也要抽一管。就这样做了10年，老婆看到他在后背钉钉子，直接吓到腿软，怕他钉死了，说他有次放血过多，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。然而他却并不在意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在腿上放血不过瘾，直接开始往头上钉钉子，这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更坚信放血疗法对自己有用。然而医生听说后都懵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都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有可能导致瘫痪，而且检查发现他血液里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他根本就没病。下面就没啥好说的了，进行心理治疗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大叔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他觉得自己体内药物残留严重超标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来放毒。不过还好，大叔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就把拔罐器砸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
他用运动代替了放血疗法，生活步入正轨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用胶带把大姐的眼睛遮了起来，接着让大姐做数学题。他们只是想求证一件事，因为这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即使遮住双眼，仍然可以看东西。说着就要展示自己的绝技，戴上特制的眼罩开始读报纸，结果还真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。而且大姐还上过电视，被多家媒体报道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大家决定换一种测试方法，先在角落偷偷画了几个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画出来。没想到还真难不倒她，众人都叹为观止。大姐表示自己这属于第六感，能感受到周围磁场的细微变化。平时在家都蒙眼打扫卫生，就是为了不断训练第六感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毕竟眼罩是大姐自己准备的，说不定里面就有猫腻。于是节目组现场制作了一个眼罩，又用胶带把她双眼遮起来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线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计算过程中，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始终侧着身子，不停转头，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。他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，这时大家开始怀疑他的真实性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，在距离他3米的位置举起扑克牌，让大姐猜手上拿的是什么。这时大姐突然开始发功，一阵手舞足蹈后，什么都没猜出来，大姐却要求休息片刻，说能量用完了。只见她不停地大口吹气，片刻后就看到胶带被她偷偷吹出来一条缝隙。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记者把扑克又举高了一些。大姐仰着头又是一阵比划，说记者拿的是一张小卡片。随即记者偷偷丢掉扑克，比了个数字3。这下他通过缝隙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数字几，随便说了个数字4。知道自己回答错误后，大姐突然说自己头好痛，第六感能量已经耗尽，今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随后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没啥好说的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省流，骗子。他只是简单吃个炸酱面。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，大家都觉得他有病，因为他往面里加了一大勺白糖，又甜又咸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。大爷还一本正经地表示，炸酱面就应该是甜的才好吃，说加白糖是为了健康，这是什么鬼道理？大爷在村里很出名，出门前必须在兜里装几10块糖，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自己的嘴巴永远不会闲着，随时随地来一颗。他说每天都要吃60颗，可以说除了睡觉就是吃糖，但糖果只能算是开胃菜而已。又到饭点了，大爷打开了糖罐子，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，做了个白糖拌饭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，他连泡菜都要蘸糖吃，这谁受得了？说来也是奇怪，每天吃这么多糖，大爷身体却很健康，从不吃糖的妻子却得了糖尿病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咖啡消消食，里面又加了8勺糖，搅拌搅拌一饮而尽。就这种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。妻子一直想不通，应该是老伴得糖尿病才对啊，造化真是弄人了。话说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？大爷轻蔑一笑，说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，10年前就用上了假牙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嘿嘿。大爷说之所以吃糖都是为了健康，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戒掉了烟酒，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，坏消息是吃上瘾了。大爷说自己吃了这么多糖，不仅没事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尽管已经80岁了，身体却很健康，血糖也查了，心电图也看了，还真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的糖尿病，就是血压有点高，总体看来还是糖果影响的。医生说如果能减少糖的摄入量，身体会更健康。不过这建议大爷并不接受，说自己都80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说完拨块糖放嘴里，潇洒地离开了医院。焦虑，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她的梦想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虽然他们接受了激光脱毛，但头发很快又长回来了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1勺汽水就这1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。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
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。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，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在这里采蜜要提前带上一只公鸡，给鸡头淋上一点白酒，进行完一场奇怪的仪式才可以进行采蜜。这种蜂蜜一斤就要5000元，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。然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，浅尝了几口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。在尼泊尔的大山中，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，他们与世隔绝，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，据说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。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，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。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，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，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，采蜜前要做个仪式，献祭一只公鸡，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，顺便祈祷平安。仪式完成后，现场制作梯子，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，再加以固定，就做成了天梯。接着在梯子上浇水，避免采蜜时被烧坏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他们来到悬崖顶部放置天梯，采蜜前又点燃了火堆，用烟雾驱赶蜜蜂。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，尽管有烟雾，蜜蜂仍然咄咄逼人。其中一个同伴穿着短裤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，一步步接近蜂巢。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，等蜜蜂跑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了采蜜环节，用工具切掉蜂巢，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，等收集到满满一竹篮，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。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。现在他们开始过滤杂质，手动挤压蜂巢，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。摄像小哥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，村民说一次不能超过3勺，否则就会产生幻觉。小哥没在意，直接吃了一大块，吃完还忍不住舔手指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，完成了采集。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，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，以此来感谢大山的馈赠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哥开始出现幻觉，醉倒在路边，接着还吐了起来。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，随后他突然开始抽搐，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村民却并不担心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休息片刻后，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，但还是不能走路，村民也只好背着他。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，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，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，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，所以吃完就会产生幻觉。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，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。这种5000斤的置换蜂蜜，你敢尝试一下吗？这是一种用脚丫子采出来的酒，好不好喝全凭脚法。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，生产过程还需要蚂蚁的帮助。这种酒就是腰果酒，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后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。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们平常吃到的干果。剩下的果肉就用来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这是个体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，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。他的脚步又快又密，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。就这样一搅一搅，果汁混合着泥水以及汗水流进容器里。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，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在上面压几块石头，就这样静置一夜，挤出最后一滴。收集到的果汁要用纱布过滤一遍，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，然后将果汁静置发酵2-3天，直到发黄冒泡。接着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馏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，上面再套一个桶，随后用泥巴封口。这并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。这些泥土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，这一罐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，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，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，他们会将其从新倒入锅中，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。就这样经过多次蒸馏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40%左右。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。如果气泡很大并且可以快速散开，就说明这次的酿制非常成功。这种酒在印度十分受欢迎，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最好喝，那叫一个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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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。小伙有车不坐，天天拿着摄像机钻进了后备箱，拍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小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车的后备箱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即便手动关闭，它还是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动打开。但除了这个路口外，后备箱一切正常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。大叔觉得这里可能发生过事故，自己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聊。第二天，摄像小哥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准备全程拍摄，想看看后备箱到底是怎么开的。接着开车经过路口，录像显示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。真的是奇怪，
大家觉得应该是后备箱机械锁出了问题，来汽修店一通检修，发现机械锁是好的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大家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这肯定就是大叔车辆自己的问题。最后大家来到 4S 店，师傅发现车辆安装了后备箱远程遥控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遥控频率一样的话，开车经过后备箱就会被打开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。经过专业设备的搜索，还真找到了与遥控器相同频率的设备，就是路口这家店的感应门铃。大家拿感应门铃测试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这时专家又说了，想要打开后备箱，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设备间的密码都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谜团解开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更换遥控器密码就好了。